好气派的花轿，居然是纯金做的。将军府今日娶亲吗？什么娶亲？前几日刚娶过。听说那位少夫人过门当日就疾病去世了，今日这是人家小姑奶奶回来了。疾病去世，你们沈家真是会粉饰太平。还真有些期待，一会儿沈家人见到我这个死而复生之人，会作何反应？小姑奶奶回府，落轿。姐姐，当初明明是你说将军府没了小姑奶奶早就没落了，说她沈子谦就是个废物，打死你也不嫁，所以爹爹才让我替你嫁过来。你不过是我娘捡来的下贱养女，连自己姓甚名谁都不记得。如今我又想嫁给子谦哥哥，你就应该跪着还给我，居然还不愿意，还说什么对自己名声不好。你一个贱婢哪来的名声？夫君只能是柔儿一个人的，若要与他人共享，柔儿不如回了明家，总好过日日弯心。若不是我国公府突遭不测，满门获罪，我才不要你这酒囊饭袋。子谦，你说过你娘亲对我很是满意。要不是为了保住与国公府的婚事，哼，你以为我会能看上你这种穷贱货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一个毁了容的丑女，从头到脚，哪一点能比得上我们明柔啊？配贩夫走卒勉强还可以，便宜你们了。今夜我就把她当作新娘送给你们了。哎呀，我不嫁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。放开我！不要，别过来！拜见小姑奶奶。娘，你怎么捡了个乞丐呀？傻丫头，和你定亲的沈将军府已经没落了，这小乞丐与你年龄相仿，你若是不愿意嫁，娘的意思我懂了。我是谁？原来是个傻的，那你以后就叫阿丑吧，阿丑吧，阿丑吧。原来我是沈南玉。他好像死了。死就死了，这身子不还软着吗？上来，枪，枪！摄政王，要不要带着那个女子一起走？她已经断气了，扎医要紧。走，敲，敲，敲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敢！
保佑小姑奶奶早日归来。是小姑奶奶，小姑奶奶回来了，小姑奶奶回来了。申子谦、明柔，我不仅活着回来，我还是你们沈家的小姑奶奶。从今日起，我便要将这沈家牢牢攥在手里，我要这沈家的天为我而变。今天是沈家小姑奶奶回府之日，恭喜摄政王，一会儿就能见到儿时心心念念之人了。阿姨，我们终于要再见了。怎么是他？凤尾花太气，一个险些被沈家家丁欺辱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是沈家小姑奶奶呢？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哎呦！哦。娘，这小姑奶奶到底来不来啊？一会儿我们还有事儿呢。小姑奶奶到。哎，这小姑奶奶回府，还不速来拜见？昔日他们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如今这将军府的天也该变一变了。这么年轻的祖宗，年纪看上去与我不分上下，倒也不怕折了寿。谁让人家辈分高呢？祖母见了都得叫声祖宗。小姑奶奶，欢迎回府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回我自己的府邸，用得着你欢迎？小姑奶奶，你有所不知，婆母病重，身边一刻也离不得人，晚辈这才没有外出相迎。跪下！嘿，给你几分薄面，你还真有脸托大是吧？你左右不过28年华，是真是假的小姑奶奶还另说，有什么资格让我娘给你跪下？夫君，就凭我是你祖宗？什么祖宗？故弄玄虚，藏着块破布！我现在就把你的甲片揭下来，看看你到底是人是鬼！你祖老们交代过，哪怕让奴婢豁出这条命，也要护好小姑奶奶。这面纱
是你们将军府的保命符，若接下它，将军府必遭大祸。你若是有胆当这个罪人，尽管来接。当年先祖留下的财宝家产都在他的手里，我们现在不能得罪他。哎呀，小姑奶奶，您这一巴掌啊，是天恩。正所谓罚便是赏，我们这些做小辈的呀，便高兴受着。那我也赏赏你啊！娘，就算你的辈分再高，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羞辱我娘吧？是他自己说我的巴掌是赏赐，我好心赏他的，倒被你说成是折辱。既然你们这些孬孙这么忤逆不孝，那我还是带着金银出府，去购置另一座别院好了。娘，快讲，给小姑奶奶赔礼道歉。小姑奶奶，此前年幼不懂事，等会儿我定好好教训她，给您赔罪。上好的厢房我已收拾妥当，这外面再好也不比自己家，你说是吧？我不住厢房，我要住晨曦院。那可是我们的新房。若，原来你还知道自己的身份。这里是沈家，不是你们国公府。这偌大的将军府都是沈家先祖留给我的。你们这些旁系，说起来只是借住。我若是哪天不高兴了，随时都能让你们滚出去。再敢在我面前撒野，我就让沈子谦休了你。哎呦，哎，小姑奶奶，小姑奶奶教训的是。哎呀，这国公府都没落了，哪轮得到她在这作威作福啊？什么小姑奶奶，跟一个小辈抢一间房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张脸有多大，敢和我这个国公府嫡女抢房！哎呀，既然小姑奶奶想住上房，我这就叫人去收拾。是他，昨晚救我的男人。参见圣上王殿下。小姑奶奶，她可是摄政王萧云剑，朝堂上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看来沈小姐的伤已经好了。昨晚的家丁有没有伤到你？威胁我？昨晚家丁？难道是昨晚我派去玷污阿守的那个人？他该不会是……这个沈南一身是老寿星吃砒霜，糊得不耐烦了吧？自己作死就罢了，这是要拉上我们全府陪葬啊！小姐知道怎么用，用不用我教你？
我带你去找郎中。摄政王大人，这是我们沈家的小姑奶奶，还是让我们……偌大的一个将军府，居然混进了刺客，这一招我日后再跟你们算。将军府四周都有侍卫把守，怎么会有刺客闯入？完了，谁不知道萧云剑心狠手辣，我们得罪了他，往后还有好日子过吗？我们怎么办？沈小姐的伤并不致命，但是刀口太深，若处理不当的话，可能会留疤。尚未出阁的女子身上有疤痕，以后恐再难寻夫婿。都是姑的错。这是谁的车驾？跟了我们整整一路。回小姑奶奶，这是摄政王萧云剑，朝中最有权势之人。瞧这架势，是要来咱们将军府呢。小姑奶奶，要不要提醒一下摄政王？去把将军府的守卫都抢入内院，迎接我这个小姑奶奶。都潜入内院，那岂不是无人把守，更给刺客机会了？想要拿回沈家的一切，没有靠山怎么行？姑不喜欢亏欠人情，你救了姑，在真正的沈南一回来前，姑会替你保守秘密。昨晚就当姑没见过你。摄政王以为我是害怕沈家人看到我这张脸。我想要的是摄政王的另一样东西。上一个敢这么算计姑的人，坟头草已经3米高了。那我就要成为摄政王的例外了。所以你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我。柔儿，白天刺客闯入时，你有没有看清楚小姑奶奶的长相？我觉得她特别像你们冥府的那个养女阿丑。有摄政王护着，根本就看不真切。要真是阿丑那个贱人敢这么耍我们，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真想知道，你去看看不就行了？可摄政王还在里头。你怕什么？小姑奶奶，晚辈来给您送药了。
是摄政王身上的活死人、肉白骨的还魂丹。你做梦！还魂丹是姑的娘亲留给姑的遗物，她只会留给姑未来的心腹。那我就当摄政王的一夜心腹，又能。要去寻找快乐，原地不能破除。为何这个女人和阿姨的气息那么相似？阿姨，当我对不起你。这还魂丹真是个好东西啊！摄政王贴身藏着，若不是将你扒光，我还真拿不到。纵使你服下了这枚还魂丹，治好了你脸上这道疤，像你这样心机深沉的女子，远远比不上阿姨的1/1000。阿姨，是姑对不起，竟有这样一个女子。摄政王以为我拿这颗还魂丹是为了治我脸上的疤，我是要拿它跟沈家下一盘大棋。找死！摄政王如果舍得的话，尽管动手。下作之棋。摄政王殿下，实在是不知道您跟我们家小姑奶奶，昨夜打扰您雅兴，还望您多多海涵啊！滚！他就是阿丑，昨晚我在屋里都看清楚了，阿丑他回来了。小姑奶奶已经睡下，还敢在此聒噪！死丫头，你！你当真看清楚了？我跟他朝夕相处10几载，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能认得出来。婆母，他一定是因为子谦不要他，所以对沈家怀恨在心，回来报复了。哼，一个下贱的养女，竟敢这么玩耍我们将军府，且让他得意一日。明天我将召集全城权贵，拆穿他的身份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小姐，需要点什么？好，这些呀是我们新上的货，您看有没有喜欢的？啊，不。这个我要了。哎，
我给你包好。摄政王，属下打探到，您当年当的那只金钗，现在就在这珍宝阁。阿义的东西，姑定要替他赎回。请收好。穿突破天堑，涅槃转向，姻缘难见。苍生间执念中缔结，火树长影再相携。笔尖一瞬只温柔一切。什么？卖出去了？你可知那是我们公子的心头之物？是谁买走的？就刚刚，那个戴帷帽的女子，她说那是她小时候的东西。阿义，是你吗？好妹妹，你还是露出狐狸尾巴了。谋害祖母，冒充小姑奶奶，搅得将军府家宅不宁，这就是你回来的目的吧？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。我是来救沈周氏的，并不清楚你在说什么。子谦，赶快揭下他的面纱。阿丑右脸有道伤疤，只要看着他的脸，就能知道他是不是那个贱人。怎么会这样？杨周说这道伤疤一辈子都不会去掉的。当初在沈家，为了避明容锋芒，我不得不装作毁容，伪造这条疤痕。如今是时候该向你讨回欠我的一切了。她真是沈家的小姑奶奶。沈子谦这样刻薄祖宗，等他爹回来，不扒了他的皮？无论他是谁，今日我都要坐实他阿主的身份，让他去死。果然是你这个贱人呐！你一个国公府的养女，来历不明，下贱至极，也别妄想我的正妻之位。我不过是将你赶出了府，没想到你竟然伺机报复，冒充我们沈家的小姑奶奶，还想害死我祖母。这女人好歹毒的心肠，怪不得将军府当初不让她进门，还敢冒充人家小姑奶奶。等将军回来，定要将她千刀万剐。赶我出府？你今天当着这一屋子清流权贵的面，你沈子谦敢不敢发毒誓？跟大家好好说说，当初是如何赶我出府的？无论如何，也不是你谋害老太君的理由。没错。起开！沈子谦，这可是救命神药还魂丹，这药若是砸了，沈周氏就彻底没救了。你有胆承担杀害祖母的骂名吗？还还魂丹？谁不知道这还魂丹是摄政王的宝贝？你以为你顶着卑贱之身，真的会被摄政王看上？子谦、伯母，你们相信我，这碗里绝不可能是还魂丹。阿丑，
你以为冒充小姑奶奶的身份，就能在将军府兴风作浪吗？像你这样自以为是的女子，死在我手里的不计其数。我就先割了你的舌头，看你还怎么在我面前嚣张！住手！怎么是他？娘，你这个疯妇，敢伤我娘，我杀了你！摄政王殿下，就算您跟这个贱人有私情，也不能帮着他残害我们忠臣一家吧？姑不是帮他，姑是心疼姑的还魂丹。还魂丹？这居然真的是还魂丹！听说这丹药世间仅此一颗，这南夫人岂不是断了沈老太君的生路？方才还口口声声说担心老太君，等将军回来，怕是要休妻了。居然是真的还魂丹！难道摄政王真的看上了这个贱人？钦差，他果然是阿义。这支钦差是你的吗？摄政王为何拉着他的手？不知道啊，摄政王跟他什么关系？摄政王请自重。老太君醒了，老太君醒了！你完蛋了你！那我们就看看，到底是谁完蛋。祖母，这个贱人冒充我们沈家祖宗，在将军府那是兴风作浪啊！祖母，您看看清楚，只要您说她是假的小姑奶奶，我立刻把她拉出去，凌迟处死。放肆！这就是我们沈家的小姑奶奶，真的，竟然是真的！晚辈沈周氏拜见小姑奶奶。沈周氏终于又见到您了。祖母，您莫不是老糊涂了吧？他就是个骗子呀！他住口！方才你们说话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我自知时日无多，我就是拼尽全力，也要睁开眼睛为小姑奶奶证明。祖母，小姑奶奶眉心那个凤尾花是独一无二的，老身绝对没有认错。他竟真的是我的阿姨！跪下！诸位，接下来就是我沈家的家事，各位请回吧。摄政王今日出手相助，沈南亦感激不尽，改日定登门拜访。小没良心的，利用顽固就丢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一个弃妇怎么就成了小姑奶奶？不敬尊长，忤逆妻上，按照将军府家规，该如何处罚？回小姑奶奶，军杖80。
小姑奶奶，我儿虽是武将之子，但是从小身子孱弱，这80丈怕是要了他的命啊！要命？那你这个当娘的，替他扛40丈。娘，那要不你替他扛？小姑奶奶，我毕竟不是沈家人，但这家法与理不合，与理不合。柔儿，没有人愿意帮你啊！看来你的娘亲妾室也不怎么关心你。哎呀，罢了，我刚回府，也不想担上什么为尊不辞的名声。但如果你愿意裸身游街，我可以免去你40丈。沈子谦，你意欲让家丁玷污我名声，那我便要也叫你尝尝名声尽毁的滋味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岂可脱衣裸身游街？脱的就是衣服，游的就是街嘛。哎，打小我就不爱穿衣服，这是脱衣服，你看看，打得好，就是。将军府没给你们吃饭吗？永历。那还魂丹可是救命的珍宝，世间仅有2颗。小姑奶奶好不容易寻得1颗，却被公子和夫人全毁了。等将军回来，您可一定要将军治他们的罪才好。我大概就是这个命了。我就是担心我死了以后，这将军府落入心术不正之人的手中，这100年基业可就毁于一旦了。您说的是？你不会死的。先前沈氏倒掉的只是半枚，另外半枚早已被我收起来了。赵嬷嬷，你将这半枚拿去给你们家老太君化水服下，还能续他几年寿命。13年前，沈周氏未能护住小姑奶奶，如今您却不计前嫌的救我，沈周氏愧不敢当。来，先起来。我救你可是有条件的，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好，我答应。不是娘不帮你，实在是娘这把老骨头扛不住啊！我知道，娘，我可是将军府的独子，从小到大，您跟爹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舍得碰我。如今被沈南义那个贱人打成这个样子，他又划伤了您的脸，这笔账，儿子记下了。少夫人，您来做什么？子谦重伤不愈，想拿几根红参来补补身体。既然你在这儿，也省得我去跑一趟。去，给我取5根红参出来。少夫人，这红参是祖老们给小姑奶奶的，一共就只有6根。您好大的口气，一口气就要5根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给我按住他！我可是堂堂将军府少夫人，还教训不了你一个小丫鬟。既然小姑奶奶教不好自己的丫鬟，
那我今天就替他好好教教你这将军府里的规矩。住手！谁准你动我的人？是他目中无人，我不够让他去取嘴跟红参，他就推三阻四怠慢我。难道我身为主子，连这去下人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小姑奶奶，那些红参是族老们送您的。红参可以给你，不过你也听到，那些红参是族老们留给我做药膳的。既然你这么有孝心，那以后我的药膳就由少夫人亲力亲为吧。我是将军府少夫人，不是你的佣人。放肆！就算是你伯母和老生我，也得精心服侍小姑奶奶，何况是你呢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下去给小姑奶奶做药膳？摄政王，他怎么又来了？回小姑奶奶，摄政王称受老将军之托前来照看老太君。听说老将军本是要前来府中亲自拜见您的，可行至半路，陛下突然派摄政王送去紧急军报，老将军这才托摄政王前来将军府主持大局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我给老将军传书，赶来的却是萧云剑。他究竟是敌是友？目的为何？小姑奶奶，晚辈正找您呢。小姑奶奶，红参汤已经炖好了，请小姑奶奶服用。吃？不叫你吃，看你被打得皮开肉绽之时，还能不能吃得下去？这扳指是摄政王最珍爱之物，摄政王年少心上人所赠。就算你是将军府辈分最高之人，在摄政王面前也不值一提。既然贵客临门，翠玉，我们就带着参汤与客同享。沈南叶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可就怪不得我了。见过摄政王。见过摄政王，我们小姑奶奶听说您过府，特意前来一见。未曾想沈小姐如此记挂姑，看来顾一航得常来将军府探望。摄政王，属下已将将军府您走过的路来回找了好几遍，就是不见您的扳指。你说什么？可是摄政王一时随身携带的那枚扳指，子谦这就命全府家丁进行寻找。哎，里外都找过了，该不会是被手脚不干净的下人给偷走了吧？啊！敢碰姑的扳指，我看是嫌命长了。
姑奶奶，怎么了？我只是吐出一颗沙粒而已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……你明明什么？我明明亲手将这红参洗了3遍，这药膳里怎么可能会有沙粒呢？小姑奶奶，我可否看一下这碗汤？哎呀！这块玛瑙好生眼熟，究竟是在哪里见过呢？姑的扳指怎么会在你那儿？不是我，我看是有人想贼喊捉贼，在摄政王面前坏我将军府名声。申子谦，你这位夫人怕是没见过什么好东西吧？你个贱人，摄政王的东西你也敢休想？都说为长慈幼，可我看沈小姐对晚辈似乎毫无慈爱之心。断手的旨意是摄政王下的，与我何干？你真当姑是瞎的，看不见你将扳指塞入明柔的袖中吗？那摄政王为何还要帮我？因为姑做事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。姑改日再来看你。前几日还朝我剑拔弩张，自从沈周氏醒来那天后，怎么突然就转了性，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哎，好了，好了，不疼了啊！轻点啊，轻点啊！轻点啊！你吼我干什么？我自己的伤我还没好呢。还不是因为你没用，要不然我堂堂国公府千金怎么会被害成这样？好你个悍妇，还不是怪你自己蠢，藏个扳指你都藏不好，反过头来搬起石头砸你自己的脚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还敢躲？你打我是不是？哎呀！郑清，给我站住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呀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！将军凯旋，班师回朝，车驾已经到城门了。哎，你爹呀，最喜欢我穿藕粉色。今天城门外必然有很多皇亲贵族相迎，我要把自己打扮成最俏丽的样子，让你爹眼前一亮。
是，粉色娇嫩。娘，您如今几岁了？混账！怎么跟你娘亲说话的呢？娘，你与其想着怎么讨好爹，倒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跟爹解释您亲手打翻祖母救命药的事儿。沈南一那个贱人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，在爹面前添油加醋。到时候，就算您全身穿的粉色，也是难逃爹的责罚呀。你说的对，能蒙几时是几时。今日定让他见不到你爹。小姑奶奶，今日将军得胜之日，咱们要不要也去城门口瞧瞧？就怕有人不想我们去。小姑奶奶原来在这儿啊，真是让妾身好找。明柔那丫头啊伤了手，今日不能给小姑奶奶做药膳了，妾身代劳，给小姑奶奶您啊炖了一碗燕窝，快趁热吃了吧。一会儿咱们去迎接将军，将军还没有拜见过您，此事定然十分期待。你倒是个懂事的，看在你孝心可嘉的份上，这燕窝赏你了。吃啊！小姑奶奶，这燕窝是族老们送给您的，妾身要是吃了，婆母定会责罚我的。小姑奶奶，您别为难晚辈了，您要是不吃，妾身倒了便是。一番心意浪费，总好比担上贪嘴的骂名好。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若是再不吃，担上虐待小辈骂名的，怕就是我了吧？晚辈这就吩咐下人套马，一会儿快来迎接小姑奶奶。有毒！你想死吗？小姑奶奶，这是咱们沈家的小少爷，从小就疯癫蠢笨，惊扰了小姑奶奶，还望小姑奶奶恕罪。那嘴怎么就那么馋？是不是馊水吃多了？让你吃！小姑奶奶，这位小少爷是先夫人的嫡子，沈夫人本是妾室，先夫人生小少爷时难产而亡，这才登上了主母之位。道士说小少爷不祥，便被送去了乡下10几年。将军大捷，这才被送了回来。咱们还是别沾这晦气了。还不老实！来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这么对沈家嫡出的少爷？接下来你们是不是还要掀翻整个将军府，当将军府的主人？姑奶奶饶命啊！我们也只是得夫人授意。是夫人说陈少爷是天煞孤星，只有对他越狠，我们将军府的未来才会越好啊！沈子谦，原来你是个妾生的庶子，我正好想换了这将军府的继承人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多谢漂亮姐姐出手相助，可是他们说的对，我就是个灾星，割死了娘，接近我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漂亮姐姐，还是离我远些吧。这下辈分可乱了，你得叫我小姑奶奶。那你想不想改命？从今日起，就是你摆脱灾星的机会。帮我套车，我要去城门见将军。
小姑奶奶，夫人说您得了急症，最后一辆马车已经被请去教郎中了。这个神木还真是急不可耐。你会骑马吗？啊，骑马？我……上车。这才分别几日，便背着锅养了个俊俏的小厮。瞧他弱不禁风的模样，我一脚就能把他踹个半死。今日城门处接沈将军，都是京中贵族，你带个讨饭的去，也不怕被人耻笑。我还是去外面赶车吧。你就坐在这儿。多谢摄政王载我们一程，只是摄政王为何会出现在我们沈家门外？顺路而已。也不知是谁到了城门处，不见沈小姐便担心到不行，生怕沈小姐出事，套了车便往将军府赶。前面就是城门了，既然只是顺路，还请摄政王在此将我们放下，剩下的路我们走过去便好。警方，停车。吁！沈南翼，城门封印，也不知道多穿一件。摄政王体恤臣民，乃我大楚之福。你身子骨弱，别冻死了。父亲，老爷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可让妾身好想啊！太好了，爹回来了，有人给咱们撑腰，整治那个沈南翼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在外征战。多亏你操持钟馗，照顾母亲，你辛苦了。怎么不见母亲？将军有所不知，小姑奶奶回来了，婆母在照顾她，就没有出门迎你。母亲身体不好，府中下人很多，为何偏偏让母亲照顾？父亲，父亲有所不知啊。那个沈南翼仗着自己辈分高，根本就不把母亲和祖母放在眼里，搅得整个将军府那是鸡犬不宁啊！混账！小姑奶奶是府中辈分最高之人，她也是你们几个小辈能胡乱挑拨的。父亲说的是啊，没想到啊。你倒是个明事理的，将军，她就是小姑奶奶沈南翼。没有想到小姑奶奶生得年轻漂亮，实乃是我沈家之福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听说这小姑奶奶当年失踪，是因为沈老太君看管不力。听将军夫人刚才那番话，她该不会是故意蹉跎老太君吧？没想到她年纪轻轻，竟然如此心狠手辣。这事儿当初就是个意外。沈老太君年迈体弱，他怎么忍心下手折磨？这都怪我那多嘴欺世，不懂事。可话既已出口，您要是不做解释，恐怕难一品悠悠众口。不过
若是小姑奶奶不做解释也可以，我可以抽烂他们的嘴，让他们不再说小姑奶奶半句错事。你误会小姑奶奶了，她迟迟没来是因为……哪来的乞丐？你若是冲撞了我家小姑奶奶，我定要你碎尸万段！你仔细看看，他到底是谁？我儿子陈，10几年不见了，你长大了。原来那脏兮兮的小乞丐，不是他幻影的小厮，而是他的后辈。沈南义怎么把那个野种带过来了？爹爹，您误会小姑奶奶了。她之所以来迟，是为了在府中救我。你是我将军府的公子，在将军府中，谁敢欺你？还需要小姑奶奶来照顾你？将军，定是府下的人见陈儿眼生，不知他的身份，才对他不敬。待妾身回去，定好好罚那些贱皮子。小姑奶奶，刚才我误会您了。晚辈是一介粗夫，更不懂礼数，还望小姑奶奶宽宥。你何止不知礼数，简直蠢笨至极。我沈家嫡子，在外流落受虐10几年，沈家当家人就是这么掌管沈家的。儿子儿媳衣着光鲜亮丽，养得珠圆玉润。哎呀，你看看这小少爷，衣着破烂不堪，好一个黑心的后母啊！这沈将军也是，竟然纵容继妻，欺辱嫡子。小姑奶奶10几年不在府中，恐怕府中之事不太清楚。等我回府以后，再向您陈情。站住！摄政王殿下，沈将军，大楚以仁孝治国，你为父不辞，就算战功显赫，也难得陛下重用。摄政王言之有理。臣父，我出征之前百般交代你，让你照顾好府中上下，这就是你照顾的我沈家子孙吗？妾身冤枉啊，老爷！妾身刚把子辰接回来的时候，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。今日子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穿着如此破烂，定是有心人指使，有人要污蔑妾身，破坏老爷的名声啊！老爷若是不信，大不了回府中查看子辰的屋中是否有妾身置办的行头。姑奶奶，屋里本不是这样的。将军，都说后母难当，我给她的都是按照将军府最高规格置办的。如今妾身还被姑奶奶陷害冤枉嫡子，妾身真想一头撞死，验明清白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小姑奶奶，这就是你说的辰儿在府中受虐待吗？我见你辈分尊贵，你怎么可能故意让辰儿穿着破烂衣服，在摄政王和京都贵族面前造谣抹黑我夫人，虐待她？摄政王，沈南义身为沈家小姑奶奶，我若处置，便是不敬。臣恳请摄政王惩治沈南义，还我将军府一个公道。沈小姐，你可有什么想说的吗？
沈子辰身形单薄瘦弱，根本穿不下如此宽大的衣物。这衣服质地柔软华贵，是难得以桑蚕丝制成的珍品。我回府那日，分明看到沈子谦身上穿的就是这件。你们是要让沈子辰穿着沈子谦的旧衣，在京中贵族面前丢人现眼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刚刚明明让丫鬟去成衣铺子里买了最合适沈子辰的尺码。王爷能是否再载我一程？又有什么要姑帮忙的？摄政王聪慧，果然都瞒不住您。沈母定不会轻易背下虐待嫡子的名声，她心思缜密，必会提前回府准备适合沈子辰的衣服。金风兄弟脚程快，我想请金风兄弟摸进将军府，帮我把那些衣服换成沈子谦的。姑帮了你有什么好处？想必摄政王听说过，沈家先祖世代经商，留下大笔银钱都在财库，而我身上恰巧有沈家财库秘钥。听闻皇上将筹集军饷一事交给摄政王，沈南一愿意替摄政王出这笔钱。要一个女人的钱，姑还没有落魄到如此地步。帮你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姑一个条件，等姑想到了具体的条件，再来告诉你。将军，定是下人们弄错了，把子谦和子辰的衣服混在一起了。你这个贱妇，还敢撒谎！现在辰儿面黄肌瘦，你要悉心教养，他怎么会这样？臣的家事让摄政王见笑了。沈家男丁选妻的眼光，还真是愚蠢的差呀！摄政王说的是，这个贱妇毕竟在将军府照看了10载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念她是初犯，便小惩大戒。谁说她是初犯？母亲，您身体不好，为何亲自过来一趟？如果我要是不来，你是要庇护这个毒妇，让她把我们沈家给害垮。母亲，平儿只是苛待了辰儿，她对将军府并无二心。糊涂！你出征的这些日子，我重病难愈，宫中太医看后都说我时日无多。这小姑奶奶为了给我续命，寻来了还魂丹，没想到却毁到她的手里了。她要断了我的后生。什么？姑能证明，是你们沈家的小姑奶奶找姑要的还魂丹，可惜被糟蹋。上不敬婆母，下不辞幼子。你让这样一个蛇蝎毒妇为妻，迟早毁了将军府。小姑奶奶说的对，这样的女人就不配当主母。从今日起，你把府印和账簿交出来，这个家不许你管了。将军，这么多年你在沙场征战，我为婆母施疾，多有用心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更何况母亲年事已高，而且明柔还没有学会掌家之事，这府中除了我，没有人能执掌钟馗啊！将军三思啊！谁说府中无人能执掌钟馗？你置我于何地？原来他今日让我陪他演那么大一出戏，目的是为了掌家。
这掌家之位呀，本就应该是小姑奶奶。我们这些人呢，不过是代为掌管。如今啊，这府印也该物归原主了。母亲说的对，那以后这府印和账本就劳烦小姑奶奶代管了。劳烦？我保管自己的东西，用得着劳烦吗？我父亲乃是将军府第1代家主，这家产基业都是他留给我的。你们只是沈家的旁支，说起来，你们不过只是借助。神佛在上，保佑我这一次一定能置沈南逸那个小贱人于死地。这娘自从交出掌家权印以后，成天在这屋里诵经礼佛，该不会憋出什么毛病吧？都是沈南逸那个贱人害的，他一定是在报复你我害他之仇。哎，子谦，我听说沈南逸最近跟你那个弟弟沈子辰走得很近，他该不会是想让沈子辰继承沈家吧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你父亲的爵位和沈家的银钱，我们一分都分不到了。这慌什么？我在这府中几十年，什么样的小贱人没有见过？最后还不都是死在我手里？沈南逸也不例外。可婆母，您现在也被他关在这屋里，您能拿他怎么办？我是没有办法治他，但我能找治他的人来。他不是想靠摄政王这座大山吗？长公主倾慕摄政王这么多年，要是让他知道沈南逸的心思，定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些年，沈母掌管沈家，府中账目竟然有这么多亏空，难怪我刚回府时他对我那么恭敬，看来是迫不及待想拿到我手里的财库密钥了。小姑奶奶，总算有些嫡子的气派了。近日可还有下人敢欺辱你？没有。多谢小姑奶奶替我做主。自从小姑奶奶掌家后，我的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，下人们也不敢怠慢。哦，瞧我这记性，刚刚来时，长公主殿下派小厮给小姑奶奶送来了请帖。长公主殿下的百花宴只邀请京都贵族，她邀请您来参加，大概是已经知道了你执掌将军府，有意讨好拉拢您。我看未必。小姑奶奶，祖母听说您是第一次参加长公主的百花宴，她老人家特意让我陪您一起去，也好跟您说说规矩，免得丢了将军府的脸。百花宴都邀请你这样的人去了，还怕丢什么脸？彩萍，把给小姑奶奶准备的东西拿进来。好漂亮的金冠啊！这个是我们沈家的传家之宝，公主喜华贵，小姑奶奶您戴上，定能在百花宴上脱颖而出，博得长公主青睐。精致上佳，红玉通透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佳品。碎玉，收起来。还有这百花饼。百花宴上，命妇都会带自己亲手制作的百花饼，让长公主品鉴。公主喜欢谁的，谁便是魁首。这饼是我特意找匠人所制，味道独特。您戴上，定能在百花宴上一鸣惊人，为我们将军府争脸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常言道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您若得势，朝中的人都得高看我们将军府的人一眼，所以帮您就是帮我们自己。那小姑奶奶，晚辈就先退下了。
明日百花宴，您切莫忘了带上这些。这嫂嫂倒是良善啊，这般周全妥帖。怪不得你能把自己养得这么面黄肌瘦，真是个能进藏宝阁的小蠢蛋。所以姐姐，小姑奶奶这话何意啊？说小少爷你蠢的独一无二，惊世骇俗呗。小姑奶奶，咱们明日真的要带着少夫人送的这些东西去参加明日的百花宴？叫厨房重新准备食材，重新做一份。小姑奶奶不好了！小姑奶奶，昨天您吩咐重做的百花宴上的糕点都被野猫刨烂了，现在还有1个时辰了，现在重做怕是也来不及了。我听闻这百花宴空手去参加是大忌，去年有个命妇没准备东西，惹长公主大怒，被当众杖责，还赶出了公主府。他们就这么想让我带着百花饼去？岁月，那便如他们所愿，拿着吧。你确定公主今日会戴跟沈南一这个贱人头上同样的金冠？奴婢本家的姐姐在公主府当差，她说这是公主为百花宴最新打制的样式。抢公主男人，又与公主戴同样的金冠，你就安心等死？将军府少夫人来了，今日怎么这般迟？一会儿宴会开始，定要罚你3杯才好。今日我是陪我们家小姑奶奶来的，她才是主角。长公主的百花宴，除了长公主自己，谁敢以主角自居？饶是沈小姐身份尊贵，如此狂妄无状，怕是要给将军府招来祸端。听到了吗？谁让你狂妄无状、胡乱说话的？瞧我沈家小辈这脑子，让大家见笑了。你怎可随手动手打人？我教训后辈，还需要挑日子。他心思不纯，想打便打。长公主到。沈南叶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今日好生热闹，诸位怎么都聚在一处？可是有什么热闹看？你的发誓！求长公主饶过我们家！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戴跟长公主一样的钗子？怎么会这样？摄政王，有客到。没看见顾正芒吗？让他滚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回复岁玉姑娘。回来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可是你们小姑奶奶有话让你带给我。这是他给姑的定情信物，回去告诉他，他的心意，姑明白了。摄政王误会了，我们小姑奶奶明日要去参加长公主的百花宴，她听闻您与长公主私交颇深，想让您将这支钗赠予长公主。姑凭何忘？我们小姑奶奶说了，上次她的军饷没有送出给您。实在良心难安，若摄政王愿意，他愿与您合作，往后整个将军府都供您驱使。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姑奶奶，姑跟长公主不熟，也没有私交。
你可知，就算没有这些筹码，我也会心甘情愿被你利用。这支钗是明柔最华贵的首饰，她定会带这一支前来赴约。如今，我倒要看你怎么办。他送的，长公主便欢天喜地的戴在头上，还说没有死角。喜欢模仿本公主的发饰？臣女不知道公主今日会戴这支钗。那你的意思是本宫在模仿你吗？不，那本宫戴什么？还需要向你请示是吗？长公主最厌恶的就是有人学自己的打扮，少夫人这次怕是要遭殃了。你可知这钗是本宫最心爱之物，只有本宫国色天香才堪佩戴。既然你毫无自知之明，本宫便毁了你这张脸，让你再无机会模仿本宫。本宫本来还担心今日百花宴的花不够红，少夫人这血倒是把这花衬得嫣红，也算是将功折罪了。诸位落座吧，莫搅了兴致。等等，这位眼生得很，想必是将军府刚刚寻回的小姑奶奶沈南逸沈小姐吧？正是。听说摄政王为了帮沈小姐解围，屡次出入将军府。既然沈小姐是云剑的朋友，那便是本宫的贵客，请上座。沈南逸，刚刚算你走运，这次你绝不会再躲过去了。今日百花宴，本宫亲手为诸位准备了百花饼，陈条呈上来，分给各位夫人小姐。小姑奶奶，咱们跟长公主准备了一样的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传闻百花饼是摄政王最喜爱的吃食，所以每年百花宴上，长公主都亲力亲为制作百花饼。长公主一双巧手，做出来的东西也是精致绝伦，我等粗鄙的手艺都不好意思拿出来。我为诸位准备的是马蹄糕。小姑奶奶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不知沈小姐今日为我们准备的是什么？我手艺粗鄙，所做之物不如各位的精致适口。沈小姐，你迟迟不肯打开食盒，莫不是食盒中所做之物见不得人？哎呀，小姑奶奶，你该不会跟长公主做的一样是百花饼吧？难怪昨日听下人们说，小姑奶奶一直在四处寻找鲜花，想必就是为了做百花饼做准备。大胆！本宫3令5申，百花宴上只本宫一人能做百花饼。沈南逸，你以为你是将军府的小姑奶奶，就能公然挑衅本宫，打本宫的脸吗？长公主息怒，都怪那个少夫人，她故意给小姑奶奶您送百花饼，这是要害您啊！给我掀开她的食盒，若真是百花饼，本宫绝不轻饶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自知手艺不佳，所做糕点难以入宴，于是另辟蹊径，做了这壶百花酒。没想到却被其他人误会，与公主争锋。
看来是有人按耐不住，毁掉了我的食材，逼着我带着明柔送来的百花饼赴宴，可我偏不让他们如愿。13年前，我坠崖失忆，被明家收养，当成下人一样虐待，酿酒之法也跟雏鸟学过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柔，你当着长公主的面出言挑衅，让大家都以为我所带之物是百花饼。你究竟是何居心？是想连累我们整个将军府吗？长公主，就算他没有带百花饼，那这百花宴是赏花品茶的雅宴，他怎么能带这么粗劣的酿酒来呢？长公主，少夫人言之有理，您千金贵体，怎么能喝这种酒呢？长公主殿下，你一定要好好责罚他才好。沈小姐，你也都听到了，你坏了规矩，我就算有心保你，各位夫人也是不同意的。不如这样吧，你若把你酿的这瓶酒全部喝光，我便不再追究。长公主饶命，这一坛酒，就是身强力壮的男子喝下，他也是受不住的呀。放肆！你一个丫鬟，哪有在长公主面前插嘴的份儿？你与他同为婢子，他没有说话份，你就有吗？你们都是死的吗？还不给本宫把他抓住！长公主，放开！本宫倒是要看看，是他的性子烈，还是他酿的酒烈？不要，长公主，不要，不要啊！不要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哼！我哪是担心小姑奶奶呀，我是担心长公主。小姑奶奶发作起来，怕是连公主也敢打。谁敢动姑大人？他们有没有伤到你？怎么就这么好？似都有摄政王相助。这群蠢人根本不配和你酿造的酒。云剑，我姑视若珍宝的东西，却被你们如此作践。依姑来看，这百花宴也是虚有其人，不必再办。就算你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也没资格把手伸到本宫这里。长公主每年通过百花宴大敛国库之财，难道非要姑说的更清楚一点？他为了我，竟不惜与长公主反目。以后这种乌烟瘴气的宴会，不想来便不来。萧云剑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女人得罪本宫，得罪整个朝廷吗？就算姑为了她得罪整个天下，也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。这不是回将军府的路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让我给别的女人送出差，亏你做得出来。沈南一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你当真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？摄政王，你的扳指掉了。你当真不认得这个东西？
你再好好看看。这东西，摄政王当眼珠子一样宝贝，我怎么会认得您的东西？百花笔，红玛瑙，13年前萧国公府那个无助救母的少年，你真的忘了？小姐姓甚名谁？来日云见，定结草衔环相报。 13年前，你赠我金钗，金钗上的红玛瑙，我舍不得当掉，便将它嵌在了我的扳指之上。这些年，我血雨腥风里度过，无数次命悬一线，它是支撑着我坚持下去的唯一信念。哎呀，事到如今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只怕…… 再也不能与你重逢。是你，原来他爱吃百花饼，正是这枚玉扳指，都是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当年的无心之举，会让你记到今日。无心。沈家历任家主，皆乐善好施，祖训中更有一条是锄强扶弱。 我自小被当作家主培养，自然。沈南一，你让我做你的刀，我认。百花宴上，你就算不让碎玉去送出差，我也能护你。哎呀，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，你真的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？回答我。摄政王，陛下急召。要不你还是先去。叫他等着。 回答我！我现在脑子乱得很，你让我如何回答你？难道我曾经一一救过的人，都要统统记得吗？我明白了。可能你还不了解姑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姑想要的东西，就算不择手段，也会去争。 去抢，还记得你欠姑一个人情吗？记得，现在是2个。当初你帮我救了沈子辰，我答应许你一个条件。现在，姑要你履行你的承诺，做姑的王妃。舅父，您总算来了。您要再不来，朕这皇宫都要被姑姑给哭垮了。她好歹也是我大厨长公主，你怎么在命妇们面前半点脸面都不给她留？她是如此跟你说的。你先前不是常夸赞姑姑做的百花饼做得好，怎么今日朝她发了那么大的脾气？你们俩是朕这世上最后的2个亲人，你们不和，朕家在中间难做人。 不如这样，朕给你俩赐婚吧。胡闹！反正你们没有血缘，你是外祖母的儿子，她是皇祖父的女儿，为何不能？姑出生入死这么多次，怎么就扶持了你这个小蠢蛋登基啊？姑这次来是让你拟旨赐婚，不是长公主。是谁都好，你这棵千年的铁树，可终于开花了。 不过，朕很好奇，到底是哪家的姑娘能入你摄政王的眼？是将军府。据我所知，沈将军没有女儿，府中女眷除了老太君和刚回来的小姑奶奶，只有沈将军的儿媳。难不成舅父你好人妻？不是人妻，莫非你有龙阳之好？我。 都不是，那还能是谁？是沈家的小姑奶奶，沈南义。万万不可！沈家小姑奶奶身份尊崇，沈将军为大楚镇守边疆，以命相搏，你怎么能惦记人家小姑奶奶呢？朕答应，朕这就拟旨赐婚。
沈小姐，您既已安全回府，那我便也回去了。等等，你回去告诉摄政王，沈南一还有未完成之事，恐恢复了他的情谊，没有办法当他的王妃了。沈小姐，您大概是不了解我们摄政王。摄政王认定到死都不会更改。您一差之恩，摄政王记了整整13年。当年他当了您送的那支差，请了稳国，可最后还是没救。怎么会这样？夫人死后，摄政王入宫为妃的长姐也被人所害，只留下质子。自此，摄政王性情大变，他以性命相搏，不顾一切的往上爬。他扶持长姐之子登基，以铁血手腕为他肃清朝中威胁。外人都当他是冷血无情，可只有惊风知道，他的心底始终为您保留一处柔软。沈小姐，这整整13年，摄政王没有一刻放弃过寻找您的下落。他对你是惊风多言了，惊风告辞，走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是想犯上吗？公爹，我有个养妹，无耻至极，名叫阿丑，当年妄图代替我嫁入沈家，一步登天。这和小姑奶奶的身份有什么关系？爹，这个就是曾经纠缠于我那个贱人阿丑，这账簿上的字迹就是铁证。公爹，这个就是阿丑当年的字迹，与这账簿上沈南一的笔迹一模一样。阿丑，你千算万算，却怎么也没算到，自己苦心经营这一切，眼瞅着就要掌控整个将军府，却全毁在这个账簿字迹上了吧？你个冒牌货，现在还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！我，你蠢的卦象，还给我下套，你也配？将军，阿丑这个女人心思歹毒至极，她得不到此前青睐，便冒充我们小姑奶奶的身份，搅得我们将军府鸡犬不宁啊！来人，把这个冒牌货给我抓起来，打入军牢，凌迟处死。爹，凌迟的时候，孩儿希望亲自行刑，以消这几天他欺辱孩儿的心头之恨。慢着，死到临头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是连你娘都亲口承认的小姑奶奶，你连她的话都不信？将军，我已经请名医给婆母看过，名医说婆母病重，偶尔不认的人也是正常之事。将军，阿丑这种女人心思歹毒，恶毒至极，我们将军府断然不能留她了。爹，娘说的对，与其把她押入天牢，夜长梦多，还不如就地正法。萧云剑，这一次我也能等到你吗？爹，孩儿这就动手，除了这个祸害。摄政王殿下，这是我将军府的家事，您屡屡出手，恐怕不合规矩吧？摄政王，你不要被这个贱人给骗了，她根本就不是我们沈家的小姑奶奶，她就是一个被我厌弃的贱妇而已。哇！找死！夫君，谁敢上前，姑就射谁的人头。摄政王，就算你的身份再高位，
也不能因为这个女人就欺辱功臣之家。你这样会遭人唾骂，也会引起民愤。她是孤的王妃，谁敢伤她，如同伤孤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将军府沈南驿，玉秀名门，持功殊甚。今赐婚摄政王萧云剑，赞襄内治，欲修厥德，钦此。敢对王妃不敬者，杀无赦。摄政王，老夫为大楚浴血奋战，膝下只有2个儿子，看在老夫的面子上，就饶了这孽畜吧。沈子谦性命攸关的时刻，他这个做娘的一点都不着急。你若是这样毫无理由杀了他，定会背上残暴不仁的名声。你是在担心我的名声？杀人也要师出有名，他不该就这么轻易的死了。沈子谦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他为了嫁祸我，盗窃沈家账本，私藏沈家物品，品行恶劣，不堪继承沈家。阿姨，你认为应当如何处置？换嫡子。沈子辰的生母也曾经是沈家主母，她比沈子谦更加有资格当这个嫡子。沈南义，你都不是我们沈家的小姑奶奶了，没资格管我们沈家的事。你给我闭嘴！一切全听小姑奶奶做主。既然如此，那从今日起，沈子谦为沈家庶子，吃穿用度皆为下人用度。明明只差一步就能让沈南义那个贱人置于死地了，摄政王到底看上那个村姑什么了？当然是他手里的财宝了。娘，你怎么都不帮我在爹面前求求情啊？那个沈子辰，他就是个贱人，生的野种啊！他，自己不争气，连我都连累了，害我没了掌家之权。蠢货的儿子果然也是蠢货。子谦啊，娘并非不心疼你，只是娘也没办法。沈南义一日不出，咱们娘俩就永无宁日。下个月初6是沈家1年1次的祭祖大典，想办法除掉沈南义。娘，我明白了，下个月初6就是你沈南义的死期。小姑奶奶，您没事吧？这钥匙放在我身上，我总觉得不安，生怕丢了。看您安然无恙，也该物归原主了。小姑奶奶，可是钥匙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你也早该回去见见你父亲了。不久之后，他就会宣布你成为将军府的嫡子了。今日之事，子辰全都听说了。多谢小姑奶奶争取到了这个机会，子辰日后定不负小姑奶奶期望。子辰告退。
假的也敢蒙骗我。下个月初6，真是个好日子。小姑奶奶，车马已经在外恭候。小姑奶奶今日比13年前还要光彩照人。我怎么记得13年前那场祭祀大典，没有看见你？我身份卑微，怎么有幸参加？都是听下人们所说的。这2位少爷模样生得很像，年纪也差不多，但是品行却大相径庭。要是子谦少爷也能像子辰少爷一样，那就好了。走吧。已经按照娘说的，在沈南翼的马尾上做了标记，只要埋伏的人一出现，马匹受惊，身旁就是万丈山崖，沈南翼定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做得好，等沈南翼一死，我便让你爹马上恢复你嫡子的身份。走，跟为娘看看热闹去。小姑奶奶，不知怎的，今日我心里一直发慌。一群乌合之众吧。你听，不好了，有刺客！夏云剑。我听见你遇袭的消息，还以为你初见马车，我便起了疑心，实在太过拙劣，所以没有人要跟我替换马车，我没有拒绝，所以。朝堂叱咤风云的摄政王，也会为了女人落泪啊！我只是被风迷住了眼。哎呀，我苦命的儿媳呀！柔儿，你怎么就先去了呢？柔儿，哎呀，救出真凶，还柔儿一个交代。是你，车夫说了，就是他把被标记的马跟柔儿的互换，所以柔儿才被刺客给行刺了。请爹给柔儿做主，严惩凶手。故意查明真相，你还敢再次攀污？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。少爷说让我给小姑奶奶的马匹尾部绑上红绳，但少奶奶嫉妒小姑奶奶的马匹更好，硬要换的。都是少爷指使的小人呀！血口喷人你！沈将军，我把王妃交给你照料，你就是这么照料她的。若非她误换了马匹，今天的后果不堪设想。畜生！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害小姑奶奶？饶命爹！王爷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莫要责怪他。不好！不起，你怎么能痛杀爱子？子谦，你，子谦，子谦！恭喜小姑奶奶，贺喜小姑奶奶！摄政王今日上门下聘，像这样的聘礼堆满了整个将军府，还有外头的长街，全是他送的聘礼。阿义，这箱是黄金100两，这箱是蜀锦和五彩纱，外面还有外藩进贡的名贵珠宝。多谢摄政王。
我们即将成婚，哪有人会对自己的夫君输血？我还有未完成的事，婚期恐怕不能如常。你啊，又想戏耍本姑13年前，杀害我的凶手还未找到，留他在沈家，怕是会为沈家招来大祸，所以。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无论如何，我会一直等你。好，小姑奶奶，夫人差您前去前厅谈事，特吩咐只您一人前往。看来是寂寞难耐了，我去就来。 小姑奶奶慈安，正和老太君商议着你与摄政王的婚事，只是家中余钱不多。听闻你有沈家的秘药，不如你打开沈家财库。那是爹爹留给后辈的，我怎可享用？小姑奶奶大意啊，只是您这么紧张，该不会是你打不开沈家的财库吧？荒唐！ 财库秘钥只有小姑奶奶一人才有，她怎么会打不开沈家财库？哦，所以她根本就不是小姑奶奶。母亲，你怎能不信儿媳？原来你是这心思。陪你演了这么久，也该做个了结了。 沈南逸，你演了这么久，也演够了吧？你根本就不是沈家的小姑奶奶，手里也没有沈家密库的钥匙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这就是证据。真正沈家财库的密钥在我手里。 沈南逸，只怪你自己蠢，信错了人。我的亲儿子怎么能不向着我呢？小姑奶奶的钥匙怎么在你手里？婆母，你有所不知，真正的小姑奶奶早在13年前已殒命了。这是我派人从她坠崖的山谷里找到的。婆母。 我们一家人被这个骗子骗得团团转，我们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他。将军，此妾因他而死，他就是个祸害。将军，难道你还不信任我吗？沈南逸，今天我就让你死得清清楚楚。将军，婆母，等会儿。 我拿这把钥匙打开财库大门，真相自然会大白。开呀！不是说你手中的钥匙能打开财库吗？将军，妾身也打不开这门。废物！ 这怎么会这样？哼！你笑什么？又是你自捣鬼是不是？我当然是笑你蠢。你不知道沈家财库的钥匙就在沈家。你胡说！让开！
爹爹，是女儿不孝，多年来未曾来见您。今日，请爹爹帮助女儿验明真身。但凡沈家族人有一人，哪怕一人虔诚跪拜祖先，都能在这个桌子脚下看见机关。爹爹给我的钥匙是假的，只为护我平安。但爹爹又害怕沈家后代子孙落魄，将钥匙留在这里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你们还真是狼心狗肺！开了！小姑奶奶保佑我沈家，沈家必将百年昌盛。有此等心术不正之人，沈家基业不会昌盛，只会毁于一旦。小姑奶奶，之前多有得罪，那时候都是不知您身份，我夫人也是为了沈家好才误会您，还请您高抬贵手。他可没有误会，他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所以才伙同他的亲儿子一起来算计我手里的密钥。沈子辰，你若再不承认你和他之间的关系，我就杀了你！不要伤害我娘！住口！住口！谁信这个贱种的娘？娘早就死了！你以为我对你真的没有防备？放任你将钥匙偷给神母，我原本想给你个改过的机会，没想到你跟你娘一样，天生就是个坏种。子辰，怎么会是他的儿子？小姑奶奶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我第一次见沈子辰，他抢我手中燕窝，竟然知道将燕窝里的燕毛挑出。一个久居乡下的人，从未见过好东西的人，怎会知道这个？那些家丁虽然责打了他，却未真的用力。那时我便心存怀疑，故意将假的财库钥匙交给沈子辰试探他，没想到他真的将假钥匙替换。直到那日，他又说漏嘴，说见过13年前的我，那时我才真正确认他的身份。胡言乱语！他若真是我儿子，我怎会放任他在乡下受苦，又悉心抚养沈子谦长大？你扪心自问，是真心教导沈子谦吗？你将他纵得无法无天，是为让他铸成大错，好让你的亲儿子有掌管沈家的机会。可如果他把亲儿子养在身边，那不是更方便？为何多此一举？那是因为他担心13年前他刺杀我这个小姑奶奶的罪行曝光，会连累他儿子。恰巧沈子谦高烧失去记忆，他便将容貌相似的沈子谦和沈子辰替换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就是13年前害我的真凶。你个毒妇！我沈家家宅不宁，原来都是因为你！沈南一，你以为是你赢了我吗？要不是萧云剑帮你，
你现在早已成为我手里的一堆白骨。我没有输，更不可能输给你。沈南一，倩儿，你疯了吗？我为你苦心筹划多年，只差一步你就能当上沈家家主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娘，小姑奶奶救我多次，我不能看着你一错再错下去，收手吧，娘。倩儿。这个毒妇简直是罪有应得！拜见小姑奶奶，请小姑奶奶掌家。愿将军府百年平安，福泽绵延。百年平安，福泽绵延。半盏红烛照亮来时的路途，余生细数，愿与心从此。和阿姨的气息那么相似，难道我曾经一一救过的人，都要统统记得吗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无论如何，我会一直等你。阿姨，你忽悠沈家，我来忽悠你。